我们请新安电脑这一次来导入这个小达人系统，是为了就是让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就是局部的改变，就把这些数据的收集变成系统化，是，然后呢有 AI 的做分析，是那像我们这次的这个访谈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重点就是如何用 AI 赚聪明钱。就像您讲的，20年的经验也是一个包袱，对不对？对，也是一个包袱，不太容易踏出这一步。你不下场打球怎么赢球？是，您讲得很好。好，大家好，我们在2026 Computex 现场，然后星汉呢今天很荣幸呢受到 Intel 的邀请呢，来 Intel 的展会呢展出小 AI 生产小达人。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呢，请到 AI 生产小达人的用户，弘毅国际的周老板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最后访谈。大家好，我是弘毅国际的周忠良，现在很高兴来参加新安电脑的 Computex 的展览，谢谢。好，那周老板能不能先帮我们听众呢介绍一下弘毅国际？我们弘毅国际呢，主要是在做电子散热的部分，那范围当然是包括了工业电脑、伺服器、车载电脑、LED 跟其他需要的种种 ASIC 的一些产品。是。然后周老板，我听在这次那个大家在疯 AI 嘛，我了解到弘毅国际也变成是 AI 概念股啊。对，因为现在水冷比较稍微有点热度，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做水冷的一些产品。那目前也都在持续在出货。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想说要导入一些系统来提升我们的生产的效率。所以请新安电脑这边来帮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整合一些制作上面的一些功能，是要水冷这中间的那个精度呢，一定是相当高。是。那我想说，除了精度这个基本上一定要达到的部分来讲的话，在平常的生产上有没有遇到怎么样的一个现场的管理上的一些需求呢？当然，弘毅这家公司已经是20年的公司。那我们用现在的一些理念，20年前其实要来做这件事情不容易，对，因为以前的做法跟现在的做法是完全两回事。那我们中小企业在转型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是会有压力的，不管是实质上或者是精神上的压力。那如果我全部导入智慧制造的话，那其实对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讲，都是一个所需不小的一个费用，而且还有另外一层压力是精神上。我导入这个制度之后，是不是员工都能够接受？他们会觉得做起来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那自然会产生抗力。所以呢，我们请新安电脑这一次来导入这个小达人系统，是为了就是让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就是局部的改变，让他们不要有太大的觉得压力的部分。是，我想这个决定不太容易那时候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小达人要推出的时候呢，周老板很快的就决定要投入了这个其实上是不太容易的决定这样子。是。那在投入之前，你们遇到的困难大概会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在产线，应该是在制造单位上面其实常常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产出跟效率。这东西有时候你能够预估，但是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达到。那我们也想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如正常以前比较旧的做法是靠中间的基层干部，去做一些统计，或者是一些除错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说能靠一些智慧系统，现在 AI 时代嘛，能靠一些智慧系统，能够来让这个东西更上轨道。所以呢，对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来讲，比较痛的是，你很难去看到非常 detail 的部分，非常细致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是需要靠 AI 的智慧系统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是，的确，我有参加过弘毅的工厂现场大家都非常忙碌，那个机器运转的不停这样子那导入之后，小达人对于您来讲的话，具体看到的怎样的一个效益呢？其实小达人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投料状况、产出部分、不良部分、报工时，那你对我们要做一些后面交期上的规划都会比较有帮助。是。对，那可是，在之前其实都是靠口耳相传。是。
这基层干部报上来多少就是多少，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知道他说的是到底是对还是错。是。那有时候物料跟产出你合不到一起你找不到东西在哪里。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靠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所以把这些数据的收集变成系统化，是，然后呢有 AI 的做分析，是那像我们这次的这个访谈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重点就是如何用 AI 赚聪明钱。您觉得有这样子有办法达到您的要求吗？的确啦，用 AI 可以帮助你节省很多的时间。那以前大概都是做辛苦钱啦，那你为了赶交期加班，对不对？然后你没日没夜的加班，但是你做出来啊，有问题，你又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你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系统来帮你处理这个事情，你真的是忙会非常白忙的状况。是，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小达人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生产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准确的了解到我们现在产出的部分，那可预期的交期。那其实我们对客人也有交代，是。那跟客人良性的互动之后，其实对我们也有好处。是。以前的散热是放在那个机壳外面，现在散热模组放在那个机器里面了对。所以品质实际上是要求越来越高了，这样子。当然是。那希望就是说，这个有了这个 AI 辅助之后呢，在效率啊，在品质上啊，都能够有所提升，这样。是，没错。那我想今天来到那个 Computex 看到那个弘毅啊的应用啊，被放在这个 Computex 的展会里面。那周厂长，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感想，或是说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观众呢？其实也是因为 AI 的智慧系统的导入，让我们能够跟 Intel 跟星汉电脑能够站上这个 Computex 的一个平台。对，那我的感想是，其实台湾很多的中小企业比较怕的是改变，因为他们包括我们都已经做很久的时间，那既有的制度、既有的系统都已经运行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一下子要他们全部改变不容易。是。可是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要全部都做一次改变，你可以局部的一次踏一步，慢慢去改你最需要、最痛的地方。那当你看到效果，你自然而然你都接得下去。那我们觉得小达人可以帮我们的，就是先做到这一步，我不用花很大的资源，我也不用改很多的制度，我就可以先马上享受到 AI 智慧管理带来的一个效果。是，谢谢周老板的分享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AI 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大家都在看，对不对可是重要的就是要下场去运用做改变。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讲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实际上就像您讲的，20年的经验也是一个包袱，对不对对，也是一个包袱，不太容易踏出这一步。不过你很不容易，就是果断的去踏出这一步之后，那你可能就有办法去比所有人都更早享受到这个成果，这样子。你不下场打球怎么赢球？是，您讲得很好。所以我想，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金句呢，就是周老板讲的，就唯有下场打球才有可能赢球。这个我想这也是要勉励各位听众，就是说看到 AI 不是只是看，要下去要运用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子。是，那我们今天谢谢周老板的访问，谢谢各位。